嗨，大家好，我是 Gaston。实不相瞒，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酸甜微苦、风味迷人的蛋糕——法式焦糖苹果棒蛋糕。我们需要的材料有：煮焦糖用的无盐奶油20克，新鲜柠檬汁12克，煮焦糖用的糖70克，清水15克，苹果约2颗，去皮去核后取300克，低筋面粉86克，杏仁粉27克，泡打粉1.5克，面糊用的糖106克，室温鸡蛋约2颗，打散备用。面糊用的无盐奶油112克。这次使用的棒蛋糕模长度为18公分，宽度为8公分，高度为6公分。在烤模内铺上一层烘焙纸，将面粉、杏仁粉和泡打粉一起过筛。充分混匀。苹果去皮去核后切成8瓣，这次食谱需要300克的苹果果肉。平底锅中加入70克的糖和15克的水，以中火加热。煮焦糖的过程中，可以轻摇锅子让它均匀，但不要用锅铲翻搅。一旦焦糖开始变色，转中小火继续煮。轻轻转动锅子，让颜色均匀。
能烧生的琥珀色后，就立即关火。加入20克的无盐奶油，持续搅动，直到均匀浓稠的质地。加入苹果以及柠檬汁，重新以中火加热。一开始焦糖会结块，这是正常的，不用惊慌，它会慢慢融化。轻轻翻搅，让苹果都沾上焦糖。煮到沸腾，焦糖都溶解后，转中小火继续再煮12到14分钟。煮到苹果变色变软，汁水变少变浓稠，就可以关火了。在料理盆中加入奶油，奶油一定要适度的软化。以中高速搅打约2分钟，直到光滑蓬松的羽毛状。加入糖，继续以中高速搅打约3到4分钟，直到蓬松泛白的质地。将鸡蛋分4到5次加入，
搅打到完全乳化后，再加下一次。将干粉分2到3次加入，以最低速混匀到差不多看不见干粉就可以了。最后以刮刀翻拌，直到完全看不到干粉，但不要过度搅拌。这次的面糊很稠，放入烤模时要稍微有点耐心。最后在面糊中间画一条线，帮助裂口。烤箱预热170度 C， 烘烤40到45分钟。出炉后，在烤模内完全放凉，让焦糖苹果定型后再脱模。法式焦糖苹果棒蛋糕是我们试做以后美味程度远远超过预期的糕点之一。棒蛋糕本身就是很好吃的甜点，加上这次搭配了法式焦糖苹果，使整体的美味度更加提升了。那这个焦糖苹果呢，它甜中带一点酸，口感软糯，然后煮好的焦糖呢，有着太妃糖的香甜，并带有一丝若有似无的苦味，整体的香气非常的迷人。那其实原本我们最早是想要用法式翻转苹果塔的概念做成翻转苹果棒蛋糕，也就是苹果在上面，然后蛋糕在下面。但考量到棒蛋糕烘烤后它的顶部会隆起嘛，所以需要把它切平，可是上面那部分酥酥脆脆又非常好吃，切掉真的太可惜了。因此我们就决定不翻转了，然后让焦糖苹果摆在下面，呈现一个可爱的弧形，那既不减损美味，视觉效果也蛮好的。那这款蛋糕的甜度很适中，口感松软又有一点湿润，做法也不难，非常推荐大家试试看。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制作这款焦糖苹果棒蛋糕要留意的小地方。首先是苹果的选择，因为焦糖苹果需要经过烹煮，那苹果的选用呢会直接影响成品的口感和风味。我们希望苹果在经过焦糖化和烘烤后，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和口感。那同时跟焦糖的甜味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所以呢，像太松软或者是存放时间过久的苹果就不建议食用了，因为煮过后呢，口感会比较差。那建议大家可以选用像红玉苹果或者是富士苹果这一类口感比较清脆的品种，这样做出来的焦糖苹果会更美味，然后效果也会更理想。那再来是蛋糕的部分，因为焦糖苹果的口感比较软糯，所以我们希望蛋糕能够呈现非常松软的质地，让整体的口感比较协调。那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在配方中加了一点杏仁粉，来取代一部分的低筋面粉。杏仁粉因为含有油脂，而且它的筋性很低，所以加在蛋糕里面呢，可以使质地更松软湿润，吃起来就不会干干的，还带有一丝坚果的香气。然后它跟焦糖苹果的湿润口感就非常的 match。然后在烘烤的部分，烤盘要放在中程，用170度 C 的温度来烤。不过每一家烤箱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你家里的烤箱温度有稍微偏低，例如经常烘烤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或者是上色不够漂亮的情况，你就可以改用180度 C 来烤。那这样烤出来的蛋糕就会比较理想。那蛋糕出炉后一定要完全放凉再脱模，因为底部的焦糖苹果在刚出炉的时候还很软，那加上焦糖还很烫，无法完全的定型。如果你太快就脱模，苹果很容易就散开来了。那等它彻底放凉后，那焦糖完全定型了，这样脱模后的蛋糕呢才会完整漂亮，那切开来才会是漂亮的剖面。最后是保存跟享用的方式，这个蛋糕冷藏可以放3到5天，但要记得一定要用密封盒装好，或者是你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这样可以防止蛋糕变干，然后并保持最佳的风味。那至于冷藏后要怎么享用更好吃呢？切片后呢，你可以放进已预热到160度 C 的烤箱烘烤大概4到6分钟。那烤过的蛋糕表面会有一点点微微的酥脆感，内部则是松软湿润。那焦糖苹果则呈现温热的状态，味道真的很赞。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Gaston， 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也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